邮轮旅行的大聪明玩法，高级的邮轮玩家绝对不会放过每一次出门旅行的机会。一次邮轮旅行通常不会只搭一条邮轮，不会只走单一的一个邮轮航线。今天一友就要教会大家，那些把邮轮玩得淋漓尽致的高级玩家是如何跳船的。跳船？继续关注一友的频道，谢谢你。嗨，大家好，一友来了。今天的视频一开始，请允许我用1分钟的时间向著名的漫画家鸟山明先生致敬。他的作品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无聊的童年和热血的青春。在那个网络不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他的作品让那些年代的年轻人，包括一友，我的生活变得更多彩，灵魂变得更有趣。我尊敬所有具备可以影响别人人生和生活轨迹能力的人和事。其实鸟山明先生从很早之前已经成为我和很多人心目中并非人类的存在，永远都存在。就像很多人生经历中的重要回忆，永远是心中抹不去的丰碑。你相信吗？旅行是你获得丰碑的捷径，让旅行者的灵魂在一次次的旅程中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盈饱满。回到今天的主题中，肯定有打开视频不久的年轻人会觉得，一友今天教你的这种邮轮旅行的玩法只适合特别有空的那一类玩家，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相信我，请把视频看完，掌握了这一项跳船的技能，是可以融会贯通、活学活用的。我保证，当你有空的时候，收益会更加的大。阿拉斯加跳船组合。一友选了一个最近有很多网友来询问我的行程，是我们熟知的阿拉斯加航线中并不太熟的那条船 Oceania Regatta。 2024年的9月14号从温哥华起航北上，完成了阿拉斯加的冰川巡游之后，在9月26号到达洛杉矶下船，全程是13天12晚。作为迈向豪华邮轮过渡版本的 Oceania， 很多的网友来问一友，搭邮轮要到什么样的境界才可以从豪华邮轮过渡到奢华邮轮呢？就拿这个12晚的邮轮航线来打一个比喻吧。如果你是同样搭乘一个12晚的普通的豪华邮轮，但是你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入住无遮挡的阳台房或者是套房，全程必须实现 WiFi 自由，尽可能的尝试遍邮轮上每一个付费餐厅，那么要恭喜你了，是时候开始走进阶奢华邮轮之路。那么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的邮轮航线我们应该如何跳船让你的旅行体验翻倍呢？又根据9月26日这一条邮轮的离船日期，给大家提供4个不同方向的跳船可能性。在9月26号到达洛杉矶之后，休整补给2日，在当地吃几顿价廉物美的中餐之后，跳船搭乘9月29日起航的 Grand Princess 16晚的往返洛杉矶夏威夷航线正等着你呢。刚刚去完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实在是很有必要前往阳光海滩晒一晒，去湿气。重要的是，这17天的邮轮价格实在是有点宜人，同时 Princess 邮轮上的自助洗衣功能真的是长途旅行者的福音。既然 Princess 对于长途邮轮旅行者如此的友好，那就不妨再走得远一些。住在澳洲的观众注意了，或者正在收看这条视频的你，有澳洲的亲戚朋友，并且正在计划前往阿拉斯加邮轮旅行的，请把这一条视频转发给他们哦。同样在9月26日离船后，休整补给个1天半之后，洛杉矶同一个码头登上 Royal Princess， 停靠
靠夏威夷直插南太平洋，停靠大溪地、萨摩亚，绕过新西兰停留后到达澳洲的悉尼下船，全程30天29晚。你说这场跨越南北半球的旅行是不是足够你炫耀很久很久呢？大多数刚刚接触邮轮旅行的观众并不适合一出门就1个多月的行程，但也希望尝试一下跳船的乐趣。也有建议你可以这样安排，在9月26日下船后，经过1晚的休整，洛杉矶同一个码头登上前往墨西哥的 Navigator of the Sea， 8天7晚洛杉矶往返，西海岸的墨西哥巡游轻松自在，不用过大洋，也能同样享受到阳光海滩，主打一个价廉物美，天气好，不用长途飞欧洲，也可以享受到地中海风情和美食。你要不要试一试呢？一直看我视频的观众肯定记得有讲过，通常阿拉斯加季节结束之后，很多邮轮都会前往巴拿马运河，而巴拿马运河航线中最经典的莫过于 Full Transit 行程。9月28日在洛杉矶同一个码头起航的 Brilliance of the Sea， 刚刚好是可以衔接上的 Full Transit 巴拿马运河行程，航行15天14晚之后，终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这可是比较少见的靠岸港口。住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观众，这个跳船推荐可不单单是让你一次旅行多重目的地，更是让你距离你的原居地更近又更方便哦。加勒比海新船集邮者低成本的跳船尝鲜。对于新船特别执着的观众们，你们知道真正精明的邮轮高级玩家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来尝试新船的吗？目前大多数的主流邮轮公司的总部都在佛罗里达州或者是它的附近，从那里起始的也是当今最多新船会逗留航行的海域——加勒比海。有曾经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提过，加勒比海这个充满了魅力的海域是全世界最多架次邮轮航行的海域，最大最新的、最小最破的、最接地气的和最顶尖奢华的邮轮都能够在这个地方轻松的找得到。他们各展拳脚，一年四季全年无休，真的头破血流。所以只要抓准时机，加上绝顶聪明的编排跳船组合，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来完成你的新船邮轮打卡任务。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以下几条在目前邮轮界霸屏地位的新船，稍后又会教你如何在它们之间跳来跳去。Icon of the Sea 2024年起航的新船250800吨，是目前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全新款最大尺寸吨位的邮轮，足有20层楼高的设计，总载客人数超过了7500名。皇家邮轮公司同样在2024年还要下水第2架同款同吨位的巨型豪华邮轮 Utopia of the Sea。疫情之后，不单单是游客们在报复性旅行，邮轮公司也在报复性下新船。这2条新船在这2年同样只航行在加勒比海沿线，因为他们无端端多出了数万人次的游客，可想而知，我们这种要买机票飞过去搭乘的乘客，机票的压力也已经无形的增加了。一向特立独行、高傲娇贵的迪士尼邮轮公司，也已经史无前例的连续2年下新船。14万吨的 Disney Treasure 也将在今年圣诞节与大家见面，它的总载客人数可以达到4000名乘客。我个人还是希望迪士尼可以造更多的新船大船，这样也许就可以让一路高高在上的价钱更平民化一些吧。Oceania Vista 是 Oceania 邮轮公司最新款的邮轮，比以前的款式尺寸略大了一些，但是载客人数却略少了一些，这样哪怕船票卖得更贵了一些，乘客也是觉得心里舒服的。何况坐惯了 Oceania 的乘客常常会抱怨旧船太小，新船太少。
会提前很久预订船票也是这个级别邮轮公司常客的习惯。那想要尝试一下的观众，你可要记住咯。Icon of the Sea 西加勒比海2025年的3月1日起航，8日7晚往返迈阿密。已有帮你配对跳船的是 Oceana Vista， 2025年3月9日同样在迈阿密登船，中间你有1天可以休整的时间。行走的是东南加勒比海，很多人没有去过加勒比海，第一次选择航线的时候都很为难，到底是去东加勒比海好，还是南加勒比海好，还是西加勒比海好。走一趟这样跳船的行程，不单单解决了你的选择困难症，更可以一次旅行搭乘2条popular 的邮轮新船。2025年3月17日5天4晚的巴哈马群岛，搭乘 Utopia of the Sea。又为你准备的是跳船去西加勒比海2025年3月22号起航的 Disney Treasure， 他们使用的起始港口是 Port of Carnival， 这个港口可是离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乐园非常非常的近哦。地中海跳船，如今的地中海航线1年4季都有邮轮可以选择，但是欧洲依然还有不少的经典邮轮线路是季节性的航线。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去一次的欧洲长途跋涉不太容易，消耗了时间、金钱和体力之余，不虚此行那是必须的，保证可以给你这一次的地中海邮轮旅行带来更大的惊喜哦。搭乘公主邮轮最新款的 Sun Princess 在1年中最宜人的季节前往地中海，又实在是太喜欢这个航线了。2024年9月7日在希腊雅典起航，17天16晚，穿过爱琴海停靠黑山共和国、意大利，在西班牙停靠多个港口之后，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离开地中海，最后停靠在英格兰的南安普顿码头。9月23日离船，记住这个日子哦。南安普顿码头实在是一个拥有很多可能性的码头，简直就是欧洲跳船的天堂。又为你精挑细选了2个让人振奋人心的跳船计划，大招马上就要来咯。跳船计划1，我为这个航次起了一个完整的名称，叫做挪威峡湾北极圈极光之旅，是不是很诱惑人心呢？9月24日同样在南安普顿码头起航 Caribbean Princess， 15天14晚一路北上，沿着挪威峡湾直至进入北极圈。已经是9月底10月初了，夜晚的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长，也正是看北极光的好时候。北极圈内著名的极光观赏点 Alta， 邮轮居然贴心的停靠2天1晚，让大家有足够的机会捕捉极光，堪称完美。跳船计划2，又是同一天9月24日起航的 Regal Princess， 13天12晚往返南安普顿码头。这是公主邮轮公司的名牌航线英伦三岛，打从一入航开始就已经是公主邮轮每年必走的经典线路，也是无数热爱邮轮的旅行者必定会搭乘打卡的航线。因为只有搭乘邮轮才可以短短的在12天内一次把英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苏格兰，甚至是对面的法国转个圈玩个遍。感觉说到这里，也许已经有很多已有的观众开始选择困难症发作了吧。好了，相信大家已经对于跳船有个初步的概念了。收看我视频的旅行高手们，如果你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跳船经历的话，介不介意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当年你是如何进行你这场跳船的邮轮旅行，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应该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已经迫不及待的把那些你已经定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出发的那些邮轮行程拿出来研究了一下，是否也可以找到合适你的跳船航线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来编排这个跳船邮轮航线有一点困难的话，可以写这个 email 找到 EO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为你编排最适合你的跳船邮轮航线组合，让您的邮轮旅行感受倍增。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